无人航空载具英文缩写为 UAV， 也被称为无人飞行器系统，俗称为无人飞机、无人机、风行机。广义上呢，为不需要驾驶员登机驾驶的各种操控飞行器。在用途上，通常分为军用和民用。今天老兵就为各位介绍一下台湾现今自研的军用无人机。新来的观众不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点个赞、订阅加关注，永远不迷路。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Top 5，瑞渊无人机。瑞渊无人机呢，是为台湾中科院研发制造的无人航空载具。中科院以战搜计划代号为开发，原名为中翔2号无人机，量产后呢更名为瑞渊。整体机长 5.3 米，翼展 8.6 米，最大起飞重量363公斤，极限飞行速度为180公里每小时。此型无人机为战术型 UAV， 最早于2012年在台湾服役。有快速部署、长时真空寻侦、目标监侦定位、电子反干扰与即时影像传输等功能。目前以本岛部署进行战场侦搜、不对称作战与提供天然灾害救灾资讯为主。而在2010年，台湾陆军以瑞渊专案为名，编列预算近37亿元新台币，向中山科学研究院委制8套瑞渊无人机系统，共32架瑞渊无人机、8套地面导控、支援装备与设施工程等，部署在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之战术侦搜大队，下辖4个中队分部。后在2017年9月1号起移交给台湾海军海上战术侦搜大队。在瑞渊无人机服役中，曾利用其光电侦搜设备担负海上的不明目标侦测，效果呢较过去单用岸基雷达监控要更能掌握海上的状态与目标，获得即时的传回。Top 4，红雀微型无人机。此型无人机是台湾中科院参考美军 RQ-11A 轻型无人侦察机发展而来的单兵手持式迷你无人机系统。以红雀1型为例，整体机长 1.5 米，翼展1米，总重为 2.1 公斤，极限飞行速度为 4.5 公里每小时，最大航程为15到20公里。在使用时，使用者呢只需要以手持助跑的方式将红雀抛出，便可以在空中盘旋约3个小时，有效遥控范围达到8公里。无人机上安装有一个高清摄像机，机上的摄像机会将画面即时传回地面。任务结束回收时，可以下指令让红雀放出降落伞，也可以利用拦截网直接将飞机从天上抓下来。此外，该款无人机配置有飞控电脑、导航仪、光电摄影和数据资料链等设备，拥有全球定位导航、自动飞行、即时影像以及航资传输作业等能力。根据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的说法，红雀无人机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降低其成本，提高机体的可靠程度，并且可以快速形成商品化生产。此外，还要注重在整合式飞导控系统、相容性架构、数据链系统和建构通用化无人机资料库等方向进行改进。此型无人机的研制发展将改变台湾地面部队的作战方式，提升作战成功率。Top 3，剑翔无人机。该款无人机是台湾中科院研制的反辐射型无人航空载具，可以依作战需求分为巡标机和攻击机2种机型。在2019年的台北航天暨国防工业展及台湾国际无人飞行载具展上，剑翔无人机全系统首次展出了全套系统，包括发射车以及无人飞行载具机体。这类无人机被设计用来攻击敌方地面海基雷达的反辐射无人机，搭载雷达波巡标器与弹头，具备雷达电子参数分析和自动归向能力，能够在侦获敌方雷达讯号后进行高速自杀式攻击。船系统已经通过初期作战测评，有能力从地面发射进行远距离反辐射攻击。有媒体指出，设计用来攻击敌方地面雷达的剑翔反辐射无人机具备雷达电子参数分析和自动归向能力，能够在侦获敌方雷达讯号后进行高速自杀式攻击。而且由于不像其他攻击型或者侦搜型无人机需要考量回收，因此只需要单向航程的飞行能力，加上不用像一般飞弹那样配备弹头贯穿目标，只需要透过高速俯冲就能对敌方雷达或者天线进行硬杀破坏，因此可以减少燃料和载重负担，以此大幅度的缩小无人机的机体，同时逆踪性也随之提升。当时中科院展示的剑翔无人机皆装载在发射车上，一辆发射车可以装载12架，而该无人机可以用于单机攻击或者是群攻，并就他国船舰在内的所有辐射源进行压制。Top 2，火红雀自杀式无人机。此型无人机也是由台湾中科院所研制的，虽然在名称上与红雀微型无人机很像，但是呢，却并不是红雀无人机的衍生产品。在技术方面，火红雀无人机配备有台湾自研的人工智能技术，并且拥有人脸识别的能力，可以让该款无人机执行军事斩首行动。在这一方面呢，老兵认为台湾又一次走到了世界军事科技的前沿。除了这一方面之外呢，火红雀无人机还能够自主编队，让其可以与其他
的火红雀无人机配合，发起一种蜂群式攻击，在高空组成一张对地的火力覆盖网，一旦锁定攻击目标，就可以对其进行自杀式攻击，可以说是让敌人防不胜防。此外，该款无人机还拥有夜视能力，可以借助夜色对敌人发起猛烈的进攻。另外就是该款无人机的战场侦察能力，可以为后方作战人员提供战场讯息，以此让后方作战人员及时调整作战战略，提升任务的成功率。Top 1。腾云无人机，此型无人机是台湾中科院研制的无人航空载具，而腾云所搭载的都是最新颖的技术，可以说是新世代的无人机了。腾云具备中高度长滞空的特性，擅长进行侦搜、电子战，每项功能呢都可以支援滨海决胜、滩岸歼敌的作战指导。根据官方报道了解到，腾云机长8米，翼展18米，航程最远可以达到6000公里，整体外观与 MQ-9B 外形酷似，未来可以配备地狱火导弹或者是宝石路等激光制导炸弹。后来在台湾军方的要求下，再次给腾云项目编列了34亿5千万元，从2018到2021年研发出空军所需要的大型无人机。首先透过与美方的磋商，获得美方同意出售全新的 TPE-331型涡桨发动机引擎，先解决推力不足的问题。但是呢，因为该发动机引擎授权给了澳洲厂商，由澳洲厂商负责生产制造，提供给亚洲地区的国家使用，因而该型发动机引擎生产线满载，从订约付出定金后开始计算600天后才能开始交付第一具发动机引擎。在中科院有急需2具发动机引擎来研发的理由下，中科院以每具付出了超过2亿元台币，购得了全新的 TPE-331型涡桨发动机引擎。当时台湾研制的这款无人机，主要是因为老型的瑞渊无人机已经较为落后了，所以在2009到2013年间，台湾共花费了超过28亿新台币来进行研制，但是却因长期无法满足台湾空军的战术需求。随后长征计划的研发时机终于在2015年台北国际航太暨国防工业展首次展示，此刻呢正式命名为腾云。2019年8月14号，腾云2代无人机的地面测试模型于2019年台北国际航太暨国防工业展公开展示。2021年9月，腾云2代无人机从台东移往花莲嘉山基地测评。不过老兵认为距离该款无人机服役也确实不远了。那么大家认为哪款无人机最好呢？欢迎在评论区内讨论。如果大家有什么想看的系列，也可以发在评论区内，老兵会尽快将其安排上日程。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想了解更多记得点个关注，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